大陸前總理朱鎔基過世98歲高壽了哈。那大陸高規格來治喪啊，過去住在北京301醫院的身體不好了哈。那另外呢，他在2000年的時候呢，台灣那時候5組總統候選人，就陳水扁、呂秀蓮那個時候哈。那他那個時候呢，被這個新加坡的媒體問到說，陳水扁目前呢看起來聲勢比較高，你有什麼看法？他當時就痛批台獨，說台獨到時候呢這個沒有好下場等等哈，所以被認為也是造成陳水扁贏一點點的原因之一啊。那他這個打貪打得很厲害，他說他有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剩下1口棺材留給自己啊。而且呢，他說將來老百姓呢能夠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就很滿意了啊。另外呢，如果能夠再講一點說他還為國家辦了一點實際的事情，然後就不虛此生了啊。所以他被封為叫鐵血宰相、經濟沙皇。他不是學經濟的，他是清大電機系畢業的啊，清大電機畢業。習近平呢是清大化學工程系，所以他們的頭很多都是學理工的，工程特別多啊。那主要是為了建設了哈。那這個朱鎔基是湖南長沙人啊，清大電機系畢業啊。那他做了國企的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推動中國進入世貿，把中央跟地方的稅制也做了改革，而且呢，主要是反貪反腐非常這個厲害啊。那剛剛講2000年3月18號，那時候台灣選舉嘛，台灣那時候5組總統候選人那陳水扁只以39.3%的票就贏了。所以他們認為說，當時他疾言厲色，因為他的那個神情很嚴肅哈，這個疾言厲色說，誰要是主張台灣獨立，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那所以呢，這個被認為說，也許到那個時候，就是說大陸常常在我們選舉，他想要影響而且他常常想要講些話，但那些話呢，通常都是對民進黨有幫助的。所以我常常講，我說真的，到選舉的時候，誰是民進黨最佳的助選人，就是北京。但是他為什麼常講這些話呢？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就北京，因為他沒有選舉嘛，大陸沒有選舉70幾年、80年沒有選舉，他不了解選舉的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也不了解選民的心態是什麼樣的狀態。那台辦也好，大陸對台做工作的呢，他就聽一些去跟他旁邊的人，那些人講的都是哄他的，都不是真正台灣的實情。比如說一些要靠他的台商，或是一些名嘴啊、什麼網紅啊，就包圍了他，講的話都是他愛聽的。就像李登輝當時搞一個國統會，大家記得嗎？那時候陳奎淼是國統會委員，新黨到时候呢推薦陳水扁去。陳水扁說，李登輝每次開會的時候都很高興啊，笑得合不攏嘴，就問說，怎麼這些學者專家怎麼講的話都跟我一樣啊？都跟我想法完全一樣，高興啊！這是拍你馬屁，講你愛聽的話嘛，就是這樣嘛。不管是搞政治的，甚至大老闆都要注意，你旁邊人講的話，他幹嘛得罪你嘛？他知道你想聽什麼，就講你愛聽的話就好嘛。好吧。所以呢，這個說朱鎔基懂經濟，但是不懂台灣，不是只有朱鎔基啊。你今天台辦真的懂台灣嗎？他們認為他們很懂啊，但是他們每次要干涉台灣的選舉，就成功嗎？就是都是幫民進黨助選，害國民黨而已啊。好，那麼他所以被認為說是兩岸史上最強助選員結果呢，那是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跟呂秀蓮也不就是39點多一點點哈。那賴清德昨天又來了，在高雄說呢，這個大陸最近開了北戴河會議說要看看年底的2026的選舉呢，到底是誰贏是愛國者贏還是不愛國者贏那說呢，被視為對台策略的指標那這個是前天《自由時報》在頭版登的，好大一篇。說北戴河會議，當時我沒有討論，就奇怪了，北戴河地會討論台灣問題嗎？對，大陸有他自己的怎麼一套系統啊，從黨到政，他都有一套系統，需要到北戴河討論嗎？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如果是北戴河討論，是很高層的人員，你怎麼會知道呢？《自由時報》怎麼會知道？他消息哪裡來的？所以你問我，我覺得自己想象出來的，他也沒講來源哪裡來啊。但是呢，賴清德就跟了這個，哇，昨天又大肆發揮，講了一大堆但是有沒有用在高雄？也許有用，否則他幹嘛講呢？因為賴瑞隆的民調顯然現在跟柯志恩很接近嘛。那這個賴清德很擔心啊。他高雄輸了什麼？也有很多人講說，如果高雄賴清德民進黨輸了，賴清德就下台了。他是黨主席嘛，所以他非常在意高雄。所以到高雄裡面這麼早就已經把大陸啊、什麼北京啊、什麼芒果乾都拿出來了。我們看一下。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
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以清官自居，有着改革開放工程師之稱的大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12號在北京去世，享其壽98歲。1998年，朱鎔基接替李鵬，在江澤民時期出任大陸國務院總理，並於副總理、總理任內前後12年，主導大陸經濟，舉凡放寬匯率管制、開放房地產市場與改革國企。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而朱鎔基也曾在反腐敗會議上稱，已經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1口留給自己，並力排眾議，讓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終其一生最著名的涉台言論，莫過於2000年總統大選之前公開表態，誰贊成一個中國原則，我們就支持誰。I love Chinese people. I love American people. Thank you. 在2003年卸下所有公職退休之後，朱鎔基生活低調，鮮少在公開場合露面，跨足官場半個世紀，其歷史功過至今仍影響着當代的大陸政經格局。我們今天會談朱鎔基啊，我還覺得蠻訝異的。第一個，因為朱鎔基是中國的這幾代的領導人裡面，我覺得我非常佩服的一個。當然他的許多的用語，我們需要呢倒過來解讀。在他經過的那個年代，他在擔任總理的那個年代裡面，中國的經濟確實遇到很大的困難。在第一階段呢，整個的高速發展的過程當中，貪腐極嚴重。朱鎔基願意跟貪腐拼了。他強調，我如果離開官場，希望大家記得朱鎔基的不是什麼豐功偉業，記得我是個清官，我不是個貪官。表示在那個環境裡面，從朱鎔基作為一個總理的視角看出去的時候，清官啊真的是一官難求，所以貪官呢一定非常多。所以100口棺材留1口給我，剩下99口都是給貪官的。你可以想，這個就是等於意在也言外啊。他說的時候，你去判斷，從他作為一個總理，他每天呢在打拼的跟那種的貪腐拼鬥的時候呢，要付出呢多大的精力跟多大的風險。即使我今天呢在肅貪的過程中有危險都無所謂，我一定跟你拼到底。那個時候的貪腐真的很嚴重。好，那你之後呢？隔了他結束之後，然後呢，經過了胡錦濤的10年，你看到現在的這個呢，習近平，我說習近平第一任期呢就打貪，第二任期就打平，第三任期呢即將要結束了，是不是打台灣不知道？但是貪在呢朱鎔基的時代，顯然是一個隨便聞呢在官場當中呢都可以聞出來的空氣。朱鎔基他是朱元璋的後代啊。他雖然呢，他是在湖南長沙出生的，跟我呢是老家是本家，但是這樣子的一個人，他在當總理的那個年代，卻是中國大陸。大家記不記得，在當時全世界談中國最紅火的一本書，叫做《中國即將崩潰》。他當總理的時代，就是中國即將崩潰，大賣李登輝等等，每天都在講中國即將崩潰的那個時代。他要讓中國呢走出呢那個的經濟發展的初期所累積的巨大的能量貪腐呢那個泥淖，他要把中國呢推進了 WTO， 他把中國的所有的這種的三角債的問題呢根本的解決，不要讓大量的在中國撈了錢的人在呢中國，家在美國，他在努力的呢杜絕呢這些的事情。這個人當他說呢談到台灣，當然台灣呢很可惜，今天朱鎔基這樣的一個人過世98歲，他退休了之後，他一個字都不講。退休了之後到現在為止，你偶爾你可能還會聽到呢溫家寶啊等等，他們有一些的新聞，或者偶爾呢會拍到曝光。朱鎔基你幾乎是看不到，除非呢在中國的兩會重大會議的時候，他會被請來，其他你都看不到朱鎔基。他很低調，跟中國的跟台灣的官場上面，我認為他跟孫運璇真的有幾分像。在那個呢風雨飄搖的年代呢，大部分行政的壓力呢都在他身上。這種的官呢已經很難找了。台灣呢只注意到呢他對陳水扁的助選。今天回頭去看，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果他不講，然後呢陳水扁不一定就不會，當然不一定。但是呢，朱鎔基今天他的那個愛國的情懷，你在今天我們沒有抓那畫筆，你再注意聽他看看。
他一再的強調，他一生當中呢，要中國富，中國強。為了中國的富跟強，他願意付出呢一切的代價。他講到這種，他自己是哽咽的。這種人在中國的官場上面多不多？我覺得在當下呢還蠻多的。台灣跟中國對抗的時候，如果你沒有中國情懷的時候，你一定會吃很大虧的。不是，中國從前30年這個三反五反怎麼搞了一窮二白，到今天的經濟在國際有這樣的地位，當然是有它的道理，整個過程一定有它的道理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聯合報這個標題我早上一看嚇一跳，以為高市早苗高。對，我也以為高市早苗的民調最近很低啊。我也以為是，結果是高雄市啊，高雄市智慧会怎麼樣？對啊，對，所以呢，我本想高市早苗民調跟賴清德打兩岸牌什麼關係？賴清德昨天到高雄高雄市脫稿，他們說他脫稿，其實我覺得都準備好了啦。就說呢，這個兩岸不得了啦，這個年底呢，老公要支持這個愛國人士當選等等。柯志恩。高雄，你再怎麼樣也很難把他跟北京連在一起吧？你怎麼會連這柯志恩跟他爸爸以前是屏東縣長，對吧？他一路從台灣到美國念書等等，他的主張，他的學教育，他學心理的背景，他跟北京有什麼關係啊？你打這個東西，你用這個來打他，連這個他都能夠去給他戴帽子啊？那因為最近民調很接近，柯志恩跟賴瑞隆民調很接近。所以賴清德還講說，而且民調公司都是很有公信力的，說這個民調這意思假民調，民調做的不對等一大堆，就擔心了哈。因為真的很多人講，如果民進黨在高雄輸了，就表示民進黨輸了，其他地方都不看了，賴清德要下台，不能再當民進黨主席。而且民進黨傳統是這樣的，民進黨傳統黨主席是負責的。許信良當黨主席記得嗎？還選贏哎，只是因為呢這個很多地方可能不如理想。許信良黨主席就是下台的，選贏的還不是選輸的。好，那他說中國在高雄借選，所以賴清德說呢，賴瑞隆這個民調不到1%，還有說賴瑞隆難撐大局，攏是 K 都是假的那另外呢，特別提到中共最近在北戴河開會，說2026年呢中國要借選，所以民進黨高雄非勝不可高雄怎麼能失能敗呢？不能敗，所以呢又賣芒果乾了有沒有效呢？當然，大家也說效果越來越低，我也認為越來越低，但是不是完全沒效？完全沒效幹嘛講這個呢？還是有一定的效果了柯志恩說高雄不信賴管你大賴小賴管你賴清德還是賴瑞隆，大賴小賴不相信你們，老是打抗中牌有什麼用那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陳以信說賴瑞隆贏不到1%是假民調，你在講什麼東西？是你在做認知作戰呢？都是有信用的民調公司做的民調所以呢，從高屏溪就是南高屏嘛，打到北戴河，賴清德到底急什麼？怎麼急成這樣子而且呢，是先射箭再畫靶那好，我們看一下。高雄市長陳其邁要市民別選錯人，唯一支持立委賴瑞隆接棒執政。我的競選對手柯志恩，一方面聲稱關心高雄，另一方面卻配合國民黨在立法院做出傷害高雄、削弱台灣的一個選擇。痛批對手柯志恩在國會打壓高雄市政發展，民進黨行動中常會第2場前進高雄。高雄是兵家必爭之地，咱非勝不可。登高一呼，總統說高雄沒有輸的空間，甚至指控媒體的高雄民調是假消息。賴瑞隆只贏對手不到1%。這是假民調。2026年中共北戴河會議將這一次年底選舉的勝敗當作是中國對台策略有沒有成功的指標，暗指在野黨配合中共阻擋國防預算，再度把藍白跟中共掛鈎。但看看《經濟學人》的專文評論，就點名賴清德態度固執，不像前總統蔡英文能跟國民黨溫和派磋商。而另一方面，也說反對黨則引發一連串的憲政危機。國民黨阻擋總預算、對美軍購以及憲法法庭人事任命，更形容阻擋無人機預算是戲劇性的自我傷害。總預算尚未審完，如同外媒點評總統的固執，要化解僵局也在一念之間。經濟學人昨天講了台灣民主被挾持了，總統也不賴清德也不跟他協調，那反對黨呢這個預算不審查所以引爆了憲政危機，人事也不通過等等那總統府說，你看說在野黨呢講這個擋無人機傷害台灣的利益等等，賴清德固執，我跟你講不協調
賴清德的固執是全世界，包括集權共產國家，我沒有看到一個領導人像賴清德這樣不協調的，這樣固執，真的沒有。你就算集權，就算是大權在握，當在野黨力量那麼大的時候，在國會超過你一半的時候，你總要妥協一下吧，總要談一談吧。陳水扁當時也是這樣，他也得談啊，他也得用唐飛當行政院長啊，他也跟在野黨，我記得那時候有在野黨就國民党立委要罷免他，陳水扁用專車把立委讓那個立委告訴我，接到他家裡去跟他協調。你總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嘛，能夠像賴清德這樣不協調，完全不跟你。我真的前所未見哦，真的是，所以呢，經濟學人講嘛，你總統都不協調，你總統應該協調。他昨天講，他我要支持的市長是像能夠跟我配合的市長，不是每天罵我的市長。資源在誰手上？資源在賴清德手上。你是不是放資源給這些縣市長，還是你只釋放給你這個民進黨的縣市長？對國民黨的市長這邊扯後腿，那他怎麼跟你協調呢？如果你一個總統資源也下放，不管我既然當了總統，我就不是民进黨的總統，我是整個中華民國的總統，2300萬人都是我的國民。你如果以这種心態的話，這些縣市長跟你討好示好都來不及，跟你作對什麼？怎麼可能嘛？來，鴻薇，我先講一下，就是賴清德，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急了，因為今年的縣市長的選舉確實啊。因為高雄現在變得很拉近，那對於賴清德來說，他最不能輸的就是南部的2大都，一個是台南，一個是高雄。其實大家回頭4年前，當這個柯志恩去角逐高雄市長的時候，在選前的最後的民調，柯志恩都輸給陳其邁非常非常多耶。可是現在大概還有100多天，現在幾乎就是說很多的民調都跟這個賴瑞榮咬得非常緊，所以賴清德當然會着急嘛。我相信在民進黨內部也一定做民調，所以當你賴清德到了高雄的時候，你不覺得非常奇怪嗎？他又大打這種所謂的恐中牌、兩岸牌，或者大賣芒果乾。像他講的那個北戴河會議啊，我去查了一下，他說媒體報道啊，這個中共的北戴河會議怎麼樣，就是代表呢，好像中共會介選。那到底什麼媒體報道？我去查了一下，大概《自由時報》報道、中央社報道、三立報道，我其他也沒有看到。因為國際的媒體其實報道北戴河會還報道蠻多的，可是人家都沒有這些，而且那個報道內容都是什麼呢？都是引述不具名的國安人士。過去我們常常就是有一些新聞報道內容，就是出口轉內銷嘛，還透過了一些外媒放給外媒，然後再我們說引述外媒報道。這一次連外媒都沒有給你出口轉內銷，那最後所謂的不具名報道，所以你不覺得這就是等於說，你今天為了針對這次的這個選舉，你又去設計了一個所謂的介選？那每逢選舉都是這一招，都是老梗。所以那天我在這個質詢這些監察委員，那監察委員都說高舉人權啊，他們都是人權鬥士，他們都是什麼人權委員會。我說我們在過去像4年前的選舉，有很多的里長被辦，你知道還有一個基隆的里長啊，在選前大概他選前10天啊，他才被放出來，然後被連續羈押好將近1個月21天。說什麼呢？就是因為你去中國大陸訪問，所以呢，你反滲透法好，不但羈押1次不夠，再羈押2次，一直羈押，等到選後呢，發現好通通無罪，最後呢，就國家賠償給他。這種事情有沒有發生？不只是這種基隆里長，在4年前對不起，就在我們上一次的總統跟立委選舉也是一樣，我們一堆的里長，台北市的里長被約談了。這個手機也被那個沒收，然後大家嚇得不得了。等到選後，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通通沒有發生了。所以我必須講，如果你今天賴清德到了高雄，你要去希望能夠贏得高雄的選舉，我必須講，比如說你陳其邁也有不錯的政績，你怎麼就這麼小氣呀？你好好稱讚一下說，陳其邁做得不錯，那賴瑞榮好好接棒等等之類。沒有又是這種非常非常小的格局，大打兩岸牌，這已經是他第2次。記不記得他上一次行動中常會開到台中，大罵盧秀燕，
這個人真的雞腸鳥肚。如果他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輔選，我不認為對您的選舉有什麼好處啊。我告訴你，他傳那些里長是很有效的。是啊，都莫須有的罪名。為什麼告訴你？因為上次我有參選嘛，然後在宣傳車上啊，他們有些民眾在路上會支持，他們就跟我講說，我們里長本來要來的，因為被傳了不敢來，出面都不敢出面，嚇得要死，躲在家裡。对啊，造势活動他都不敢来，真的這樣子啊，也不敢幫忙。但我覺得這次比較可惡的地方在於說，我覺得當然第一個就是說他的選情顯然他覺得已經急了，而且這個急的話呢是顯然的賴瑞榮並沒有得到傳統綠營得到的票，所以呢，包括像陳其邁，雖然看起來像是有在站台，但他從頭到尾呢，其實過去這段時間以來，其實他對於賴瑞榮的支持，坦白說，很多人私底下在談都沒有說真正的說盡心盡力，更不用說實質上的選票轉移，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覺得對於賴清德來說，當然是很急，但急到說，我認為他目前民進黨已經開始不止在販賣芒果乾，我覺得他在創造假新聞。因為這個部分剛才洪威有講到，我覺得北戴河會議這件事情，大家真的去看啊，如果說北戴河會議這麼的重要，不只是台灣媒體報道，國際媒體一定會報道。那問題國際媒體報道當中的話呢，不只是說沒有談到說北戴河討論到了台灣議題，甚至你去看大部分的國際媒體都談到說呢，北戴河會議向來是中共呢最神秘的一種會議。過去的話呢，在毛澤東時期，因為他總是去那邊呢度假兼開會，那所以呢那個時候把它當做一個夏宮的感覺。夏天的時候，暑假的時候，大家就去那邊辦公。但是在2003年胡錦濤開始，其實他就已經取消了北戴河會議了，更不用說到現在習近平，他已經整個去打垮了所謂的元老政治。那現在北戴河的話，只剩下一些老先生退休的，在那邊偶爾跟這個當權者呢交換意見，大概頂多是聯誼居多。那所以呢，現在基本上來說，元老參政的機會已經少之又少了，更不用說北戴河會議已經從來不再具備有所謂的決策形成，或是呢權力協調。過去以前的北戴河扮演這種角色，現在早就沒有了。所以你看，今年外媒討論到說北戴河會議好神秘哦，到底開了沒？不知道。第二個，就算開了，重要性不如以往。所以那麼清楚的一個訊息，今天我們對台灣來說，突然之間國安高層不知道國安哪個來的高層，就國安官告訴哦，北戴河好重要哦，他就是運用你在10幾20年前對於北戴河既神秘又重要這樣的一個印象，然後告訴你說哇，北戴河呢講到什麼對台4大面向，我真的覺得很會扯。因為你從頭到尾，你就是說你第一個呢，你不曉得這個消息的來源是什麼；第二個，你對中共權力的認知不夠清楚。就這麼簡單講，目前北戴河會議在習近平一手抓的這樣的一個權力狀況底下，它不具有任何的一個權力效果。所以你說北戴河會議開了這個會，對台灣哇，所有在做工作，什麼 KPI 哦，就是這個北戴河會議下的指令，我真的覺得太扯了。我覺得對台灣來說，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可悲，就是我們民進黨政府不但是反中抗中，而且對於真正我們的敵人完完全全不了解。你所謂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不但是討厭他，而且你不去了解他，你怎麼戰勝他？我說實在話，就包括了不管是他的權力邏輯，或他目前的整個的中國大陸的經濟的起飛，我覺得都是一樣。好，回過頭來看，所以我覺得對台灣來說的話呢，才距離投票還3個月。賴清德就已經緊張成這個樣子，你不曉得接下來這個芒果乾會打成什麼多離譜啦哦，所以我真的覺得接下來的話呢，大家對於這一些相關的訊息，民進黨最會說了，哇，假消息很多，大家要小心。我覺得民進黨所塑造出來的假消息不會比別人來的更少一點，請大家要小心。基本上，你如果問我說，大陸關不關切台灣的選舉，我認為是關切的。大陸想不想影響台灣的選舉，我認為也是想影響。但是絕對不像《自由時報》這樣登，什麼據國安人士說，在北戴河開一個會議，然後下達4個指令，然後接着呢賴清德到高雄就這樣講，絕對不是這樣幹的。休息一下再回來。